嗨，先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的首页再次进行了更新，再度强调关于钱包安全的问题。为什么2天的时间，官方在 YouTube、Twitter、Facebook、电报群组媒体账户上面发布的提醒信息？我认为主要原因就是目前主网迁移了300多万个地址，市场上有7亿个拍币在流通，300多万先锋大部分都是区块链新人小白。很多人连公钥私钥都分不清楚，再加上很多人不学习，最近骗子又横行，诱惑多多，什么办银行卡、换车换房、签什么合约、做什么抵押，自己的私钥怎么丢失的，可能自己都不知道。我们先看看官方是怎么讲的，保护您的密码，防止派币遗失。造访派钱包时，请在派浏览器中的 Wallet、派 URL 处输入您的密码。PyCore 团队绝对不会向 Pioneers 要求密码，注意诈骗者可能会创建虚假的派钱包登录页面，也会出现在派浏览器等派产品中，但带有误导性 URL 来窃取 Pioneers 的密码资料，并清空其派账户。鉴于我们最近发布了派钱包的新设计，钱包促进的主网迁移已经启动，迁移到主网的先锋们现在可以进行转账，派通过他们的钱包。我们正在呈现派钱包教程，我们将引导您了解如何建立钱包，这是清单上主网迁移的基本先决条件，并将其用于真正的主网交易。我们为先锋者感到非常兴奋，他们已经将派可转移余额迁移到主网，或正在这样做，最终管理他们的主网迁移，并在钱包中接收真正的派加密货币，转移派先锋之间的商品和服务，以及很快就可以透过 PyApps 使用派购买商品和服务。这些初始实用程式将有助于在 PyNetwork 目前的封闭网络期间进一步开发和引导 PyApp 生态系统。首先，我们将向您展示如何建立钱包。如果你已经拥有钱包并安全地储存了钱包密码，您可以快转到影片的下一部分，了解如何导航钱包使用者界面。若要建立钱包，请点击挖矿应用程式主画面上的左上方汉堡图示以开启选单，点击派浏览器，然后点击登入派浏览器。对于建立钱包的后续步骤，请确保你已从 iOS 应用程式商店或 Google Play 商店下载了由派社群公司建立的派浏览器。派浏览器是派生态系统的一站式存取点，您可以在其中使用派购买商品和服务，并使用后端与派主网互动的 Web 3.0 派应用程式。打开派浏览器后，您将被引导至此派目录页面，其中列出了重要的应用程式供先锋存取。点击 Wallet、Pi， 然后点击生成钱包。记住，在完成此过程之前，不要按后退按钮。现在您的钱包和钱包密码已经生成，请注意这个极其重要的细节：您的密码用于解锁您的钱包。由于钱包的非托管性质， PyNetwork 不会在其伺服器中保存您的钱包密码记录，因此丢失您的密码相当于丢失整个钱包以及其中的所有资产。为了方便使用，您可以选择使用脸部辨识码或指纹等生物辨识功能，取决于您的手机类型来解锁您的钱包。但是，请不要将此视为保护密码的替代方法。生物辨识功能不会转移到新设备，如果您没有密码短语记录，这可能会导致您的钱包遗失，特别是当您遗失手机时。所以再次强调，不要遗失或忘记您的密码，并且不要与其他任何人分享，因为他们将能够存取您的钱包，并将您的所有派转移出您的财产。在下一页上，您将看到您的钱包地址和隐私设定供您确认。您的钱包地址是您在派区块链上的公共身份。与密码不同，当您将派发送给其他 Pioneers 或派应用程式，在他们的应用程式上花费派或从他们那里接收派时，其他 Pioneer 或派应用程式可以看到并使用该位置。我们建议您将此隐私首选项设定为可依使用者名称搜寻，这将是未来实现的便利功能。其他人可以直接搜寻您的派用户名，而不是长钱包位置，以便向您发送派。完成这些步骤后，您现在已经成功创建了派钱包。现在我们将引导您了解钱包界面及其功能。让我们回到派浏览器目录画面，再次点击 Pi Wallet 即可看到您成功创建的钱包。
透过您的电子钱包密码或生物识别身份验证登入您的电子钱包，您将在此处看到新的电子钱包界面。如果您点击此处，您将进入一个页面，您可以在其中查看生物识别、身份验证的状态和钱包的密码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向您展示如何透过您的电子钱包接收和发送派付款。要接收派，请点击此处，您可以在此处复制并与其他人共享您的公共派钱包地址。再次强调，虽然您可以分享您的公开派钱包位置，但请记住，切勿分享钱包密码。请注意，与其他区块链一样，所有交易在派区块链上都是公开可见的。要发送派，请点击此处，在此页面上要将您的派发送给其他先锋。您可以在此处输入他们的钱包地址，然后在此输入您要发送的派数量，就这么简单。请确保您拥有收款先锋的正确钱包地址，否则你发送的派会不小心发错人。最低限度每笔交易初始交易费用为 0.01 派。如果区块链拥堵用户可以增加支付的费用，这样他们的交易就会被优先处理。最后，要在不使用真实派的情况下测试派交易，您可以点击此处存取您的测试网钱包。这个 testnet 钱包只能与 testpy 一起使用，它完全没有价值，仅用于测试目的。派应用程式开发人员在测试其应用程式的各种功能时，经常使用它，玩得开心。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先锋们，感谢您的观看。我们很高兴看到 Pi 主网钱包的功能在实践中得到应用，创建您的钱包，获得 KYC 验证，将您的 Pi 可转移余额迁移到主网，然后我们将在另一边见到您 Pi 应用程式生态系统。不要忘记 Pi 钱包是你在 Pi Network 中的通行证。它让你可以进行各种交易，而且在未来更多的功能将被添加进来，以使你的生活更便捷。但是记得要妥善保管你的密码，不要与他人分享，以确保你的资产安全。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需要帮助，随时向我们提问，我们将继续为你提供有关 Pi Network 的重要资讯和教育，以确保你在这一领域的成功。希望这个影片教学能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如何创建和使用 Pi 钱包。如果你有更多问题或需要进一步的指导，请随时与我们联系。祝你在 Pi Network 的旅程中一切顺利，同时也请期待更多精彩的内容和功能即将到来。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